自从海德瑞克带领着人民离开了绿岛，途中经历龙族火山群岛和纳加的领地，经历几番波折后，终于逃难到了新大陆。之后和当地的精灵领主谈判下，接受他们所提出的4大考验：处理巨龙、解决蜥蜴人交易、清理巨魔和净化猎之岛，最终获得他们的赏识，并且赋予王子一片领地，那就是大河北边及大河南边的平原丘陵地带。而精灵领主们会有这种决策，也是有他们的考量的。精灵们主要是生活在森林地带，而矮人则是生活在地底洞穴。但是矮人和精灵在他们长远的历史上有着长时间不可磨合的冲突。现在授予王子们那片领地，刚好和矮人的领地有部分重合。精灵领主们的决策，既可以减缓他们和矮人之间的冲突外，又可以卖人情给王子他们，同时也回复王子，那些矮人已经回北方了，而人类也会采矿。既然领地已经给予他们了，那就要靠他们自己来守护领土和资源。当时海德瑞克听到这种决定后，也明白他们的一些意图，但是作为逃难者，来到陌生的地方，向当地原住民获得一处建立新家园地区的人，也实在不好再多说些什么。而且和之后的矮人发生冲突，这问题也是之后的事。最终，精灵领主和王子签订了互助协议这项秘密契约，里面内容是在未来精灵有着巨大危机之时，海德瑞克要无条件的去援助精灵他们。同样的，人类出现新的危机，精灵也要去援助他们。这契约或许在当下是可以一直维持下去的，但是在巨大的威胁的到来时，这个契约就形成废纸一般存在。而那个巨大的威胁，就是兽人来到新大陆。精灵由骑兵探查到兽人乘船登陆的事，并且回报给精灵领主们。对于精灵领主来说，兽人就如同噩梦一般的存在，因为他们在精灵最古老的传说中有屠龙者这个称呼。这个称呼意味着破坏精灵生长环境的生物。最初一部分的精灵们还不认为有兽人这个生物，直到登上新大陆后，才见识到有这个生物的存在，并且当初和海德瑞克的议会时，精灵领主们也察觉到，他持有着一颗非比寻常的神器。虽然兽人无法理解神器的力量，但是有不知名的力量引导着兽人来到新大陆，而兽人跟随海德瑞克来到大陆，也是精灵领主们万万没想到的。同时也后悔跟人类之前的决策，就是互助协议这项秘密契约。虽然迪欧林表示已经和人类签订互助协议的契约，但是对于其他精灵领主来说，精灵是森林的居民，和其他非森林居民种族的承诺都是次要的。只要他们和人类签订的契约之后的发展是弊大于利，那么就立刻毁约。一切都要以精灵种族的利益来考量。如果人类击退兽人，那就持续遵守协议的诺言。如果有更多的麻烦到来，那么就先让他们去自相残杀，直到清理掉最后的幸存者后，最后再向矮人做妥协。最终精灵领主们商量的结果，全体同意这项方案。这之中迪欧林虽然很无奈，但也是同意了这项决策。但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谈话的内容全部都被躲在附近的杰西恩听到。杰西恩打从一开始时被精灵派遣去做肮脏的任务之时，就对他们保持怀疑的态度。在海德瑞克离开卡林时，他依然留在附近，想打探他们之后的行动。直到听到他们要开始违背契约，并且要处理之后的幸存者时，察觉大事不妙，便迅速返回王子目前所在地，传达这个坏消息。自海德瑞克离开卡莲后，就和他的同伴穿越平原，又在这对抗兽人的威胁。在战争的前一晚，杰西恩也抵达王子所在地，并将精灵领主的事告诉王子。
在和海德瑞克讨论一番后，杰西恩提到火红宝石会使兽人不断的接踵而来，而精灵则会让他们厮杀一番后，再去处理最后的幸存者。还提到杰弗扬也来到新大陆，并且在来之前就已经派他的头骨那个奴仆一路跟随着海德瑞克，他不会让火红宝石就这么从他手中离去，特别是在他有优势的时候。王子在听闻这些消息后，开始有些计划，就要求杰西恩拿着他手中的火红宝石，把它丢进巨魔洞的洞窟中。而杰西恩正想问什么原因时，王子则是要他照做就对了，并且询问在旁的伊希尔指挥官，兽人是如何获得船只来到新绿岛的。伊希尔则回复兽人是夺取绿岛上的剩余船只，而不是抢夺他们的船队而来的。但是不论怎么样，海德瑞克当前必须先将兽人先锋部队歼灭，保证滩头阵地的安全，否则兽人将会夺走王子的船只，之后会被无穷无尽的兽人数量消灭。在杰西恩迅速出发后，远处传来兽人的咆哮，战斗开始了。作为前清水港的先锋骑士鲁德里，在广大的平原上探索着战区前线，顺便清理分散的敌方兽人。而在和兽人战斗途中，一部分的亡灵军队也参与这场战斗之中。那些原本是在第一次伪族战争中死去的伪族将领和领袖，被杰弗扬以腐败亡灵的方式给复苏，然后被投入到战场上，去帮助兽人们去对付海德瑞克。而这些可悲的王者奴仆，最终被艾尔德蒙牧师以圣光净化，回归他们应该去的地方。最后，在彻底清除完兽人以及亡灵的先锋部队后，趁杰弗扬摧毁他们并夺取船之前，王子必须先和靠岸的船队会合。在抵达船队预定返回地点时，看见有几艘船已经靠岸，而兽人和杰弗扬的亡灵军队也在附近扎营，准备再次进攻。伊希尔指挥官和王子的对谈中提到，大部分的船只仍然滞留在海上，因为看到岸上的兽人扎营的萤火，而停在海上不敢靠岸。一小部分的船已经靠岸，但是却遭到大海怪的袭击，造成船只不同程度的破损。靠上岸的难民们则是撤退到王子最初登陆点的南方区，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是将岸上附近的兽人及亡灵军队尽快击退，以免滞留在海上船只太久，船中难民被饿死，或是被杰弗扬的海上军舰给击沉。所以王子必须尽快出击。在对抗兽人及亡灵军队过程中，海岸意外出现了大海怪加入战局。不久之后，巫妖领主杰弗扬也意料之中的出现在战场上。尽管巫妖领主察觉到海德瑞克已经学会使用火红宝石的力量，但是仍然放话说杀掉王子，然后用他的尸体铸造出专属的亡灵奴仆，而王子则是向回去。虽然南湾国的愚蠢王子而挑起了战火，但是杰弗扬则是使唤兽人牺牲自己人民，保存自己的不死身躯，导致灾难面目全倒，是真正的恶魔。但是这话对杰弗扬来说，活着的人类和兽人都是一样的，就如同短命的虫子一般，唯一的差别就是兽人只要喂饱就可以轻易的驱使。然后杰弗扬再想使用黑暗的诅咒，使得军队的四周都弥漫着浓雾而无法看清。更糟糕的是，之前王子在绿藻地带以及海滩上，为了完成精灵赋予的考验，清理掉在场的巨龙斯克塔汉、蜥蜴人以及纳迦。生活在附近的蜥蜴人得知海德瑞克来的消息，为了报复亲友们被杀的消息，也成群结队地向海德瑞克发动攻击。幸运的是，杰西恩已经完成王子交付的任务，回归到王子军队中。但是对于王子交付的事件，正想问清楚时，王子因为此时战况危急，要先处理完这场战事后再谈，也同时高兴他能安全回归。而杰西恩也来协助王子迅速解决这场战事。
在清理完杰夫扬的兽人及亡灵军队后，王子立即下令将滞留在海上的船只迅速地靠上岸边，并卸下难民。而杰西恩则是问他所谓的计划时，王子则是说对抗杰夫扬并消灭他。但是对于王子的计划，他则是不以为然，因为光是消灭杰夫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算击败了他，其他的巫妖领主也会随之跟过来。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王子手中的火红宝石。而对于这件事，王子则是想要在一个隐秘的地方去谈谈。他们到达隐秘的地方后，海德瑞克便说出自己的一项计划，那就是要让杰夫扬相信，他们已经将火红宝石给了精灵，就算之后兽人大军入侵新大陆，也会先去对付不忠诚的精灵盟友，从而换取他们在这片新大陆上建立新国家的安全。杰西恩听到后，尽管认为这是非常阴险的，也认同这个计划，但是他们已经和精灵达成协议，也要依照合同去支援精灵，所以王子觉得要衡量他们的能力去办事。如果兽人军队数量庞大，则需要用引导的方式，让兽人去接近精灵后去消耗彼此实力，他们则是在这过程中旁观，暗中发展自己的实力。但是这种行为很有可能会被后人称为背信契约之人，而且他也无法将杰西恩听到的内容散布出去。为此要做的是事先伪造一份非常正式的协议文稿，内容是将火红宝石给予了精灵，来换取在这片土地上的领地，然后携带着伪造文稿去对付杰夫扬。如果不幸失败了，杰夫扬将从他的尸体中收到文稿，并且将文稿里面的内容传播到各个兽人领袖耳中，然后要求杰西恩在他转化成亡灵前，杰夫扬获取他的记忆时去消灭他。这样子既可以安心在这建立新的家园。王子在最近的日子中所理解到的，就是生存胜于荣誉，而且也没人对他的行为去批判，因为他即将会死。杰西恩在听到这个计划后，便非常反对并且拒绝执行这项行动，因为他认为海德瑞克和那些在岛上生活着的领导者们，总是像傻瓜一样的死去，进而没人来领导他们，而且这些难民们还需要王子们的带领，所以他必须要活着。而王子则是一直恳求他，因为这是目前他们在新大陆上生存的唯一方案。正当杰西恩犹豫之时，在一旁偷听的伊希尔指挥官冒了出来，他也出面反对海德瑞克这种解决方案，并且用自己的性命去威胁王子，说出要顶替王子拿着协议文稿，去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散播造假的协议。因为在和兽人及亡灵的战争中，他的家园被摧毁，家人全都死于战火之中。他之后追求的是光荣的死亡，来去陪伴他死去的家人，但是每一次都失败了。如果在这场冲突结束后他还活着，将要面对的是孤独的漫长岁月。所以在偷听到王子的计划之时，就现身并执意接下王子的牺牲计划。他也同时想在死之前亲眼目睹魔鬼杰夫扬的样貌。虽然王子曾一度拒绝他的要求，但是在伊希尔不断的恳求下，王子也放手让他去执行这最后的任务，但同时也嘱咐他要牺牲就要死在杰夫扬手中。另外就是绝对不能让不识字的兽人以及没有心智的亡灵获取这份协议，之后来为他的牺牲致敬。伊希尔则要求王子在他被转化成亡灵前，消灭杰夫扬来致敬。他想在死后在地下安眠，而不是成为没有心智的不死奴仆。王子向他保证，同时这项计划的最后目标是要留下一个兽人领袖，将精灵拥有的火红宝石消息传回绿岛。杰西恩最终也是接受这个方案，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对于海德瑞克他们的族人所追求的光荣的死亡而感到不解。一路上见到艾尔达瑞克四世、清水港国王以及艾德卓兰九世，都会为了自己的子民疏散逃离，亲自前往战场最前线后死去。
直到海德瑞克和伊希尔指挥官，他们也都有这种想法，而这一切是源自于他们领袖文化精神上的不同，源自于岛民的他们，作为领导者，普遍都有着为子民牺牲的荣耀。从埃尔达瑞克一世到他的后代海德瑞克便是如此。相对于领导伪族人的巫妖领主，对巫妖领主来说，伪族人就像家畜一般，能用就用，不能用则丢弃。在旧大陆的战场失利时，瑞尔逃难到东方的小岛，并强迫伪族人造船，带他们海上航行撤离到了绿岛。在绿岛上又驱使伪族人和岛上的原住民抢夺地盘，失败后就强迫伪族人在北方建立据点。直到第二次伪族战争爆发，为了报复绿岛岛民，不顾伪族人的安危，连同旧大陆兽人家园，随之引发兽人入侵全岛。最终岛民和伪族人联手撤离绿岛，演变成至今的情况。最后，王子他们要做的是为了这个计划做好万全的准备，因为这将会是他们在这片新大陆上立足的最后一战。